月24号上午7点，为期4天的停火协议生效，双方进入了短暂的停火期。现在呢已经是28号了，虽然呢在11月25号哈马斯交换了26名以色列人质，但是以色列表示只是暂时停火。眼看战事将要再起，面对巨大的压力，以色列将会如何应对加沙地区的战斗呢？从近几日以色列政府的动作来看呢，在掌控了加沙北部地区以后，以色列国防军将会继续向南推进，但在那之前呢，一定会全面的控制加沙城。现在在加沙城北部，以军已经完成了3面合围，并从中部的奥马尔穆赫塔尔街向着加沙最大的公路萨拉丁大道而去。北部的以军突出部会沿着萨拉丁大道向南，直到与中路军完成会合。当然，以色列中路军在交会后呢，会继续向东直达加沙墙，这样以军再次分割了加沙北部地区，也会通过包围实际掌控加沙城。以色列的专家预计这场加沙城之战会持续1个星期到10天左右，然后以色列国防军将会投入加沙南部。当然，在南部的作战并不是完全拿下加沙城以后才开始。早在1个星期前，以色列国防军就开始向南部散播传单，希望加沙人呢向南部迁移，或者集中在汉尤尼斯的巴勒斯坦人向西面的马瓦西前进。以色列政府会在那里设立一个安全区。11月23号，以军的媒体发言人阿维奇·阿德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告诉加沙人，马瓦西将提供适当的条件来保护你们的亲人。其实以色列这么做在军事上呢是有很明确的目的。咱们先来看看汉尤尼斯这座城市的基础条件。在巴以冲突以来呢，不断有加沙人从北部赶往这里，造成了汉尤尼斯的人口很快就突破了100万，变成了加沙地带人口最多的城市。简单来说，这里变成了哈马斯的最佳战场。如果以色列想要拿下这里，那么直面哈马斯肯定是简单的。可要是再加上100万人口的掩护，这无异于痴人说梦，所以才会有咱们看到的这一幕。当然，这中间不排除其他的目的。那些呢就不在咱们今天的讨论范围了。大兵只是分析军事方面的问题。这个迁移问题呢，无疑只有2种结果：迁移成功或者迁移失败。一旦迁移成功，以色列国防军面对暴露的哈马斯，那结果是不言而喻。当然，也会有人说，哈马斯如果跟着一起迁移了呢，那么咱们就要说到他们的作战方式了。想必兄弟们都知道，哈马斯之所以能对抗到现在，他们的隧道毫无疑问是立了大功的。但如果他们跟着一起去了马瓦西，那么隧道战呢将会彻底失败，因为马瓦西就是一片海滩。用联合国官员的话来说，那里很小，什么也没有，只有沙丘和棕榈树，所以哈马斯跟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。接着呢，咱们再来看看迁移失败的问题。如果这些迁移的传单没有效果，那么以色列国防军将会面对比北部更加严峻的问题，因为这里的人数加上迁移过来的北部人口，现在的总人口几乎是北部的2倍了。那么以色列呢，只能换一种打法了。不过军队的战斗方式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突变，所以看着上个月以军的战斗方式，大兵斗胆做出了一个大概方略，希望兄弟们看过之后呢，可以在留言区一起讨论。首先，汉尤尼斯几乎是加沙地带最宽的城市，从南边到加沙墙的距离最远有12公里。除去西部的沙滩开阔地，中间的建筑密集度呢比北部更甚。再加上人口密度加持，以色列的地面部队想要横穿分割城市，将会需要更长的时间。而这也对哈马斯来说是个反抗的好时机。那么以色列军方肯定不愿意看到这种局面，毕竟更多的巷战就意味着更加惨烈的战损。所以大兵综合了以军的战法分析，他们还会将加沙南部分割包围，只是这次作战呢会比上次的时间更长，分割的范围也会划出南北部。首先，以军会在加沙墙外进行包围，切断哈马斯的水电供给，紧接着会加强横跨加沙北部的防线。以军会从3个方向向南部渗透，首先是海边的战线，以军会沿着海滩附近一路向南开进，这一路相对应该是最轻松的。前有梅卡瓦与第9推土机开路，天上呢会有无人机侦察，路上几乎不需要做防守点与堡垒，毕竟越过他们以后就是地中海了。这支部队呢会开向瑞典村，并在这里驻扎与集结，和从加沙与埃及边境这条线上的以军会合。埃及边境线上的这支以军会是第2支合围部队，
他们需要巩固这条边境线，防止哈马斯越境逃往埃及。第3支以军部队呢，会从基苏菲姆路直插萨拉丁大道，再从阿拉丁大道沿着阿尔马塔亨路推进到海边，就像现在他们在加沙北部做的那样，将加沙中部与南部彻底分割。这路以军需要在这条推进线路上构筑防御点，预计需要4到6个防御工事，整条防线长约6公里。由于北部已经掌握在了以军手中，这条防线更多的是防御南部的哈马斯回流，防御游击队的冲击。完成这3条线的推进，预计需要10到15天左右，然后才是真正的加沙南部作战。此时呢，在加沙北部，以军应当已经完成了全面占领，多出来的精锐部队会调往南部进行分割汉尤尼斯的作战。当然，这座城市呢，咱们也不能将它看作整体而包围。西部的马瓦西已经成为了安全区，而且由于没有哈马斯，管理起来会相对简单。以色列呢会分成东西2路完成分割汉尤尼斯的作战。东部呢，加沙强的以军会从艾比森公路向西突进，这一路呢需要第9推土机与配备了地毯扫雷系统的装甲工程车开路，梅卡瓦坦克协同中部后部分防御，步兵协同辅助。在经过3.5公里后，以军会进入真正的城市，也就是人口密集区。记得咱们前面说过，这种巷战是建立在迁移失败的基础上，所以作战困难程度会相当大。大兵估计，在进去城市区前呢，以色列军队需要构筑至少1个防御工事。从这里到市中心的3公里，以军预计需要500米到1000米就构筑1个防御点，突进的时间呢也会相对缓慢，大概需要1个星期到2个星期。西部海边的以军呢，需要从艾尔巴希尔公路向东靠拢。前2公里都属于沙滩地区，周围建筑稀少，可以快速通过。但是呢，到了艾尔巴希尔公路中段时，以军就需要构筑西线的第1个防御点，然后这条路上呢会经过4个医院，相信路上的作战会举步维艰。再经过3公里的城市巷战后，他们会与东线以军在汉尤尼斯市中心会合，在此呢，以军应该会做好大型的据点。大兵预计兄弟们看到这次会合的时间呢会在12月底，接着如果作战还能继续，以军会从此向北部与分割线上的友军前进，同时一部分以军会沿着奥萨马艾尔纳贾尔公路向南前进，但是呢他们不会直接到埃及边境，因为那里还有最后一个边境城市拉法赫，所以大兵估计此时会从东部加沙墙分出部队，两军会在乌姆基拉普会合，预计时间呢会在2024年的1月10号前完成。此时呢，整个南部加沙就基本掌控在以色列手中了，边境城市拉法赫会成为最后的难题，但想要攻克那里，需要拿下汉尤尼斯，并且做好稳固的防守才行。所以未来1个多月的地面战斗呢，基本就是这样了。不知道兄弟们看得过瘾吗？但千万别太认真，大兵的分析呢只是个人建议，具体的战略难点与问题，并不是某一个博主通过简单的脑力脑补出来的。希望大兵等待着未来的打脸，也希望兄弟们不要过分计较就好。如果有什么不同的看法，也希望各位在评论区各抒己见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，我是大兵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